本座不欠人情，你想要什么？不敢。本来此事就是上神帮我，不敢要求奖励，只愿与上仙结个善缘。往后的事且不说，眼下本座可以送你一份功劳，可想要？九盘山里那只元神，本座可带你去除去它。若能将其除去，自然是功劳一件。可那山里道路错综复杂，根本找不到这妖精藏身所处。本座知道路，你跟着本座就行。既然上贤有办法，那在下听候差遣。随后便喊来赤羽，一起往外面走去。众村民看到方瑜和赤羽一同出来，刘夫刚想开口，这是我现在为玄阳宫做事，跟他一起去山里诛杀猴妖。让路，大家让路！听到赤羽开口，大家才反应过来，刘夫等人便都让开了道路。眼看方瑜的身影不见，毕家岗村长毕大磊将刘夫拉到一旁。据说那元神厉害的紧，玄阳宫不会有什么闪失的吧？不是我说你，那妖精再厉害，还能是玄阳宫的对手吗？我也是出于关心，我说错话了。那咱们能做点什么？新的神像已经造好了，我本想请县太爷选个吉日再举行仪式，不如就趁今日除妖，选定今日好了。咱们几个村子联合起来，搞一个大排场，如此甚好。我去找人安排，那我去请县太爷，倒是由他来主持典礼。好，先走。两人各自叫上几个村民去办事了。此时，我驾驭神念来到九盘山口，赤羽和方瑜早已在此等候，却看见黄陵也在此处。你为何在此？回神君的话，是赤羽兄弟在这等得焦急，叫小妖过来说话的。听后，我把方瑜的身份介绍了一遍。这是镇灵司的神官，叫方瑜。没想到连镇灵司的神官都乖乖的听候差遣，玄阳宫可真是太了不起了。神君，不知有什么事情是小妖能效劳的？我本想拒绝，可转念一想，多个人帮忙也不错。我要去诛杀元神，你敢一起吗？黄陵听后只犹豫了一瞬间。小妖愿意效力。我走在最前方，带领着方瑜、赤羽和黄陵穿梭在幽暗的密林中。凭借着回忆的指引，我在一处岔路口果断转向。我们来到了一座陡峭的山坡上，我停下脚步，抬头望往前方，朝原蹄声响的最欢的方向望去，一棵高耸入云的大树上方筑起了一座楼屋。那一定就是那元神的居所了。这猴妖真会享受啊！上仙，现在怎么办？先等等，确认白猿在巢穴内再行动。几人等了有一炷香时间，只见一只红毛猴子带着两个女子走向门口。报告，两个女子已经送来。送进来吧，你可以走了。好的，大王。既然那猴妖在此，那便开始行动吧。随后我看向方瑜，你和赤羽相比，实力如何？小人比赤羽护法略胜一筹。待会儿本座与那白猿交手之时，你去清理小怪，赤羽和阿黄负责绕后。此战必须干掉白猿。三人领命，然后我便朝那巨树飞快掠去。那红毛猴子看到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直接一刀将它劈开，随后爬上树冠，来到门洞前方。美人儿，别怕，我会好好疼爱你的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妖猴住手！你怎么会这儿？怎么是你？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要感谢刘的梦境。是你？你是怎么过来的？这要感谢你的侍女白洁。随后抬手挥出一道刀气冲向老七，老七惊慌的猛地一扭，极限般的躲了过去，随后抬手反击，双手凝聚黑色气息，向我攻击了过来。苍明云！元神就这！玄阳公，你竟然……等会儿玄阳公，能商量一下吗？我愿意放弃供奉和九婆山，饶我一命可以吗？你觉得呢？直接将板壁撞出了一个窟窿，一时间木屑纷飞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等我来到木屋的边缘，早就不见了老七的身影。随后我收刀也追了出去。等我追到一片丛林，大人在这儿呢。只见赤羽和黄林正在联手阻击白猿。别让他冲出去！手捏五雷诀打向白猿。玄阳公求你饶我一命，我有宝贝献上。就是这个宝贝，请玄阳公亲自查看。乾坤无极！竟能将我逼至如此境地！好你个妖猴！老齐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死妖，留不得！看来这就是老七的随身之物了。这是……大人，你看，元丹。你拿去炼化吧。对了，记得给阿黄分一些。多谢神君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保境安民，功德值加600。注：此任务可反复触发。灰老头是500，白猿给了600，所以还是白猿稍微厉害一丢丢。忽然听到后方传来猿猴惊慌失措的叫声。神君，这些猴子怎么办？不留后患，你和阿黄去处理吧。随后我想到了什么，回到了刚才的树屋之内，见到刚才2个被掠夺来的女子。你们怎么样？没事吧？2人惊吓得不敢说话。我乃玄阳公，
那白猿已经被我诛灭。你不是妖精对吧？我是玄阳宫，那是本地的守护神。你们不是本附近的人。回大人，我们是长风县的。你们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两女讲起了自己被掳来的经过。长风县位于九盘山的西侧，那里常年都有人被猿猴抓走的事情发生。长风县的官府不堪其扰，官府招募武师前往剿灭猿猴，却屡屡失败，因为丛林深邃，一直没能找到猿猴的巢穴所在。自己与同伴是在田间干活时，被2个猿猴抓走的。要不是大王您出现，我2人就要被他玷污。多谢大王搭救。小事无需多言。本座叫玄阳宫，乃是神明，不是什么大王。黄陵，你送2位女子回去。大人放心，这点小事，小妖一定尽力完成。黄陵带着2个女子走后，我忽地想起，好像是不是忘了一个人，这才出门往树林中去。此时的方瑜手持一柄青色长剑，正在面对2只猴妖的围攻。忽地一阵雷声响起，2道雷电劈向那2只猴妖，直接将猴妖打得灰飞烟灭。方瑜这才发现是我过来了。上仙不必管我，专心对付白猿即可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笑嘻嘻地看着方宇。上仙不必担心，自己可以负责处理这里的情况。那白猿已经被本座诛灭。什么？九盘山之主这么快就被解决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本座打不过那个白猿？不，小人不敢。别停下来，尽量把剩下的小怪都清了。小人遵命。领命之后，方玉便留下清理剩下的猴妖，我则是回到木屋寻找战利品。恭喜宿主寻找到黄级法器子午伞。正当我思索时，方玉回来了，看到这伞也是一惊。子午伞，回上仙，这是子午伞灵器，需要用血打下烙印，才能完全发挥威力。这等妖邪之物，上仙还是毁掉的好。听后，我直接收进系统空间，换成了功德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出售3件灵器，完成变废为宝。任务：特奖励1次抽取神通的机会，是否立刻使用？竟又触发了隐藏任务，触发隐藏任务使用。恭喜宿主学会新的神通驱邪，能为目标驱除一切与邪祟相关的异常状态。此时赤羽2人也回来了。这里大多数是妖精修炼之物，你们自己分配吧。然后就往外走去，见到这满山的迷雾，我便去寻找这山中瘴气的源头。顺着雾气走去，来到了一处不太大的水潭，那滚滚白雾就是从这水潭不断冒出来的。我内心思索，难道这就是那口灵泉？这里应该有通往中千世界的通道。却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：这灵泉是因为下面那口棺材才变成现在这样。我抬头望去，不远处一棵巨大的树干上绑着一个女子。我走近看时，感知到她身上一股淡淡的妖气。你是妖？我是猿猴成精。你为何在此？我犯了错，被父亲挂在这里，体内被塞了沉金石，因此无法现出真身，也动弹不得，只能在这里等死。你父亲是谁？元神。你犯了什么错，竟沦落至此？私通人类，并带他来此地。等等，私通人类？莫非你是白洁？你是谁？为何知道我名字？我乃玄阳宫刘家村的主神，刘康跟我说过你的事。刘康，
刘康他还好吗？他很好。之前他瘴气入体求我帮忙，我已帮他驱除。我在这里，日思夜想的都是他。要不，我先放你下来吧。感谢石明老爷。你是白猿的女儿，就因为这件事，他把你折磨成这样。我父亲儿女众多，我是很不起眼的一个。玄阳公，您为何会在这里？我已将元神诛灭。果然如此，你能气定神闲走到这里，我就知道了。刘康提起我时，可还说过什么？他曾来找过你几次，但因为毒瘴蒙山，他进不来，只能在山口发呆。真的吗？谢谢你为我带来这消息，我可以安心的走了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这灵泉到底是什么来历？这灵泉有何来历？白猿选择在此筑巢，便是因为此灵泉。这灵泉暗合阴阳二极，白天吐出灵气吸收浊气，到了晚上就反过来会喷吐出瘴气，一阴一阳如此循环。老七占据这里之后，每天靠着这股灵泉修炼，还用妖力催化，将瘴气扩散到整个九盘山。大概也就10天前，灵泉突然不往外吐出灵气了，而是全天候喷吐瘴气。老七吃惊，便下水一探究竟，结果发现水底竟悬浮着一口棺材。虽然不明原理，但灵泉的损坏显然跟这口棺材的出现有关。老七也尝试过将棺材挪走，但这棺材像是被一股力量控制。老七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。这时黑龙潭的主人，一只蛟龙精怪找上门来，他先帮白猿一起尝试移开水里的棺材，失败之后便撺掇白猿，刚好趁着灰老爷没了，找九龙镇索要丰厚的供奉。刚好趁着灰老爷没了，去找九龙镇索要丰厚的供奉。若给了，便暂时维持一下；若不给，便两家联合，趁机占据九龙镇。白猿本来是个很胆小怕事的，但如今灵泉废了，等于撅了他的根基，他也不得不接受蛟精的建议，这才有了之后那系列事情。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我所知道的都说完了，求神明老爷带我解脱。可还有什么遗言？若是可以的话，替我告诉刘康一声，就说我是为他而死。随后赤羽飞了过来。神君，我刚才过来时，发现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，向前追去，那黑影却扔下了一袋东西跑了。我接过打开一看，全是亮晶晶的石头，石头周围散发着灵力。上仙，这是灵石啊！灵石蕴含灵气，可供人间武师和精怪修炼。这一袋子都是下品灵石。上仙，以我之见，这8成是一只鲤鱼精的鳞片。鲤鱼精？对，但我观察，这鳞片已呈金色，说明这鲤鱼精修炼有所小成，估计已经化成蛟精了。蛟精？难道是和白猿联手那个？他既然一直潜伏在这里，那我刚才和白猿交手时，他为何不出手相助呢？本想等那元神拖住那野神，自己在暗中出手，出其不意。可没想到那玄阳宫如此厉害，
战斗刚刚才打起来，就结束了。那袋子里放了一枚鳞片，那玄阳宫应该能猜到自己的身份吧？世上灵脉众多，形式也各有不同。像是本郡镇灵司的灵脉，劫道时，在积雷山是一棵果树，灵气是这灵泉的10倍以上。上仙，如果这灵泉能够疏通的话，即便连黄级都达不到，也足够10来个生灵每日修炼所用了。要不你下去看看？神君，这要是地面上，您让我干什么都行，但我一只鸟，下水真的不在行啊。那份下水了，我做到厉害，小人也不善水性。行吧，还是得自己出手。你们守在这上面，有事情叫我。向下游了一段时间，到了水底才看到了那口棺材。看这棺材样式明显，里面就是被封印住了什么，还能感受到棺材周围有一股强大的能量，这是尸气。随后我施法将手掌贴在棺材上，灌注法力试图驱散尸气，但法力刚与尸气接触便被吸收了。我心中震惊，怪不得那白月拿这口棺材无可奈何了。随后我使出旺气神通看向棺材，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像，棺材里面有一具女性尸体，尸气便是她发出来的。正当我苦苦思索时，突然间一个念头划过脑海，神通驱邪。随后我决定试一试，施法用手掌紧贴棺材表面，使出了驱邪神通。霎时间棺材周围的尸气开始消退，连带着棺材也轻轻晃动了一下。当尸气完全消失后，棺材也慢慢的浮了起来，向水面飘去，我也跟着游了上去。此时灵泉上方的瘴气也彻底消失无踪，随后我从水底冲出，棺材也浮出了水面，灵泉恢复正常了。灵泉恢复正常了，上仙，您是如何做到的？这有什么？神君他老人家还有做不到的事情吗？你俩别废话，动手把这个弄上去。一人一鸟合力，总算把石棺弄到岸边，摆在相对平坦的地面上。这好像是某个邪教组织的标志，我在镇灵司的档案里见过，但我一时想不起来。等我回到司里再翻一翻档案，一定能够找到的。那就交给你了。赤羽十分好奇，这石棺里面是什么？一个女人，什么来头，本座也不清楚。你可以尝试打开看看。赤羽飞到棺材顶，用双爪抓住棺盖的缝隙，然后展开翅膀努力朝空中飞。那棺材却纹丝不动，这根本打不开啊！道士，别干看着，过来帮个忙。棺材连一道缝都没能掀起来。别费劲了，这棺材外力是打不开的，先研究这束灵泉吧。随后回到灵泉处，我让赤羽和方宇感受这灵泉的灵气。你们去感受下这灵泉的灵气如何？他俩便吸收吐纳了起来。1刻钟后，神君，这灵泉吐出的灵气真能修炼，但灵气稀薄，需要常年累积才有效果。小人也差不多，小人的吐纳心法太低级，没有特别大感受。别的地方弄不到吐纳心法吗？可以购买，但哪怕玄级心法，也要好几10枚灵石。小人囊中羞涩。听后，我让赤羽将那袋灵石拿出来。这袋灵石给你了，就当是你这次出力的报酬吧。这上仙，小人实在也没干什么，这么多灵石受之有愧。又不是一锤子买卖，难道你以后不愿意帮我做事了？方宇一怔，连忙表态：只要上仙吩咐，小人任何时候都听候差产。随后我看向赤羽，这灵泉以后交给你好好看管，你随时可以来这里修炼，只有一点，任何外人都不许放进去。是，多谢神君。
随后便交代他俩清理战场出山了。九盘山山口，县令与群镇长陆战，还有4个村的村民全都来了。玄阳宫这么久还没出来，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此时赤羽和方瑜从山里出来，鱼群迫不及待问道：“县官，如何了？”随后方瑜抛出一物，元神老骑的头颅在此，他已被玄阳宫轻松斩杀。感谢玄阳宫斩杀邪魔，感谢玄阳宫斩杀邪魔，感谢玄阳宫斩杀邪魔。玄阳宫，神像已经落成，想要举行一场盛大典礼的想法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是想请示一下玄阳宫的意思。玄阳宫答应了，太好了，走，大家一起去刘家村。今日所置换神像，高9尺2寸，肩宽1尺，由东山石铸造而成，以记录在案。今由下官代朝廷举办典礼。鱼群朗诵完文书，带头上香叩拜，其余陆战、刘夫等人也跟着参拜下去。至于那些普通村民们，就只能在庙前的空地上跪下，因为人太多，一直跪到了村口的石桥旁边。